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复原山海图系列视频第6集《山海经》中的植物。上一集我们聊了《山海经》与三星堆的关系，引发了不少讨论。今天我们回到武藏山经的正题，一起来看看书中记载的植物。很多人以为《山海经》只有怪力乱神，但实际上它也是一部植物志和动物志。在武藏山经里，一共记载了167种植物，其中常见植物111种，稀有植物56种。这些植物和古人的生活、医疗、文化都密切相关。所谓常见植物，就是《山海经》只写名字，不做特别说明的那些。因为在作者所处的年代，这些植物太常见了，不需要多解释。在111种常见植物里，有木本和草本两大类。木本植物有67种，其中用材木41种，比如楠木、柏木、檀木，用来建造房屋、制造器具；果木16种，像桃树、枣树、梨树、板栗树，为古人提供食物。其他用途树木10种，比如桑树可以养蚕，漆树能产漆，棕榈树的叶子能编扇子、帽子。草本植物有44种，大多数是药用植物，如山药、白芷、天门冬等，还有各种竹类植物，例如箭竹、琼竹、桂竹，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材料。这些名字今天听起来很熟悉，但在古人眼中，它们与衣食住行息息相关。《山海经》把这些都记下来，说明它不仅仅是地理书，更是一种古代生活百科。接下来是56种稀有植物。为什么说稀有？因为这些植物在当时比较少见，或者用途特别，所以《山海经》往往会多写几句。稀有植物分为木本28种，草本28种，其中有5种甚至只有描述，没有名字。许多稀有植物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，例如天鹰草治痤疮，苦心能治疟疾，黄芪让人不能生育。书中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稀有植物，比如白柩能把玉石染红，无条可以毒死老鼠，封条适合做箭杆。书中这些描述并不神秘，也不奇特。在古人眼里，植物不仅是食物和材料，还能入药，能辟邪，甚至能与命运吉凶联系在一起。讲完这些稀有植物，我们再补充一类最容易被混淆的存在。《山海经》里的几种神树，它们并不是同一棵树，而是5种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《山海经》中，扶桑生于汤谷，是太阳出入之所。扶桑并不是一棵现实中的植物，而是古人用来理解太阳运行与时间秩序的象征。脱离天象来理解扶桑，本身就是一种误读。若木，其花赤，其叶青。若木常被误当作扶桑的一种，但《山海经》对若木的描写重点并不在天象，而在它异常的色彩以及它所处的特殊地域。在后世的叙事中，若木更像是一种用来指示异域与非常之地的植物标识。剑木常被后世理解为连接天地的神木，但在《山海经》原文中，它的重点并不在通天，而在对其形态的反复描写。青叶紫荆、玄华黄石、百仞无知、九竹九狗，它不是扶桑，也不是若木，而是一种在文本中被独立记录的特殊神木。寻木，《山海经》说它长千里。过去很多人把它当作纯粹夸张，但如果做一个尺度换算，我在前面的研究里估算，《山海经》的1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米，那么1000里大约是70公里。这当然不可能是树高，但如果长并不是高度，而是指一种横向尺度，比如树冠的跨度或者占地的直径，就会出现另一种可能，它描述的也许是一类独木成林的巨树。现实中榕树就有这样的能力，比如广东新会的小鸟天堂，一棵榕树占地约 1.3 万平方米，印度豪拉植物园的那棵榕树占地约 1.4 万平方米，直径约411米，还有数千个气根。
这也很有意思，在《山海经》的植物名录里，并没有明确的榕树记载。寻木会不会正是这类巨型榕树形态的古代记录之一？三桑，百仞无之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三桑并不是扶桑，三桑记录的是一种异常的植物形态，而扶桑承担的是完整的天象功能。如果仅从形态来辅助想象，三桑那种高耸、无枝、并列的结构，在视觉上更接近某些柱状植物的形态，而不是传统印象中的神树。这5种树功能各不相同，也不存在替代关系。将它们混为一谈，并不是《山海经》的问题，而是后世解读的简化。在《山海经》研究中，有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，他经常写道某某山无草木。过去很多学者的普遍解释，这就是光秃秃的荒山。这听上去没什么，一个再正常不过的、很普通的，按照字面意思做的解释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个解释却不合理。因为《山海经》成书的年代，中国大地处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带，非常适合植物生长，很难有真正寸草不生的山。更奇怪的是，有时候2个地点距离非常近，地形地貌也基本上一致，其中一个地点长满植物，相邻的地点却无草木生长，这显然不符合常理。这就说明无草木并不是真的没有植物。举个例子，中次六经全长不过 56.14 公里，东半段是个高台地，地势平缓，海拔大致600米，西半段地形为小山和丘陵，最高海拔1400米。按照中次六经的描述，在这短短56公里的路径上，无草木的秃山和有草木的山交错分布。例如驼山上长满了树，西边相距 6.3 公里的长征之山就无草木了。再向西走 6.3 公里到达夸父之山，山上又满是热带亚热带乔木、棕树和楠树。这几个地方相距不远，地形相近，都有水源，不太可能发生有些地方植物遍布，有些地方寸草不生的情况。如果是孤立，还可以解释为特殊情况，但是这样的例子在武藏山经中比比皆是，那就说明这不是特殊情况，而是另有原因。结合全书的记载，我们可以推断出无草木的2个含义：一，有的地方确实没有植物，这个情况很少；二，更多时候它指的是这里没有有价值的植物，不值得记录。书中大多数指的是这种情况。比如北山守经说，右北50里，曰北丹之山，无草木，多葱酒。如果按照之前的解释，这句话就会翻译成北丹山这个地方没有生长任何植物，但是此地到处都生长着葱和韭菜，这不互相矛盾了吗？所以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，北丹山上除了随处可见的葱和韭菜，这里再也没有别的有用植物了。综上所述，武藏山经记录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植物世界，而是古人在长期观察中认为有意义、有用途、值得被记下来的植物。常见植物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，稀有植物则承载着药用、材料与特殊形态的认知。无草木的记录并非自然荒芜，而是一次清晰的筛选。正因如此，《山海经》不仅描绘山川地理，也保存了一套独特而古老的认识世界的方式。如果这一期内容让你对《山海经》中的植物有了新的理解，欢迎点赞并关注复原山海图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